哪来的 Omega？ 我是说，今天味道这么好闻。一个阴冷黏湿的声音穿过雨声。魏无羡手环发出滴滴声，在这关键时候吗？魏无羡握紧伞柄，咬着牙想绕开两人。想走吗？一个声音忽然靠近，魏无羡立刻收起伞，直接打过去，人影随即倒地。那人闷哼一声，却发出一阵恶心的笑声。挺可爱的嘛，两人咯咯笑着，释放出一股腐烂泥土味道的信息素。魏无羡捂住鼻子，但于事无补，手环的滴滴声越来越急促，魏无羡双腿发软，即使撑着伞，也最终跌坐在地上。倒地的那人已经起身，两人一起缓缓靠近。陪我们玩一下吧。其中一人坏笑着，一把抓住魏无羡的手腕。放开！魏无羡头脑发胀，想逃走，可双腿却不听使唤。不要挣扎了。另一个声音夹裹着一阵难闻的臭水垢味。Omega 怎么能反抗的了 Alpha？ 蓝湛，魏无羡害怕起来，拼命想缩回自己的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真好玩呐。另一人抓住魏无羡的肩膀，想把他带到附近的房子里。放开他！一个清冷的声音穿过雨幕。魏无羡睁开眼睛，雨幕中隐约是蓝忘机的身影。干嘛？是我们先抓到他的。其中一人放开魏无羡的肩膀，上前质问。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人便应声倒地，趴在地上没了反应。叫你放开！另一个人吓了一跳，放开魏无羡，但从怀里摸出一把亮晃晃的刀子。蓝湛小心！魏无羡拄着雨伞，好不容易站起身，那人拿着刀子怪叫着朝蓝忘机冲过去。蓝忘机岿然不动，待对方靠近，一记利落的回旋踢刀子便落到了远处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多半手腕也都断掉了。那人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抱着手滚来滚去。蓝忘机释放出强大的松木香，压制住了恶臭的信息素味道。两人痛苦地闷哼着，趴在地上难以动弹。这样的信息素对魏无羡影响也很大，他终于撑不住，再次跌倒在地。蓝忘机赶紧上前扶住魏无羡。蓝湛，你怎么知道？魏无羡浑身发烫，在蓝忘机怀里软成了一滩水。手环发出警告，我会收到信息。蓝忘机回答，我们回家，魏婴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身上，在雨中瞥眼一看，那人还穿着军装，可能是还在训练中途就赶过来了。蓝湛好帅啊，烧得晕乎乎的魏无羡不着边际的想。魏无羡摸索着要开灯，却被蓝忘机狠狠按在墙上。抑制不住的信息素在房内迅速蔓延开，本是十分克制的蓝忘机都有些失控。魏婴，我给医生打电话。蓝忘机好不容易理智回笼，喘着气去摸手机。魏无羡艰难咽下口水，手指无力地抓住蓝忘机的军装，颤着声音说，别，直接标记我，魏婴。蓝忘机转过头不看魏无羡，但信息素的味道却无处不在。求你了，蓝湛，不然下次又发生这种事怎么办？魏无羡带着哭腔，刚才他真是怕极了。如果 Omega 注定要服从 Alpha， 那我只愿意被你标记。蓝忘机闭上眼睛，努力保持清醒。现在是最后的机会，他应该把魏婴推开，直接出去给医生打电话。蓝湛，魏无羡踮起脚，勾住蓝忘机的脖子。蓝湛，看我，像是着魔了一般。蓝忘机睁开眼睛，就再也挪不开视线了。两人一路从门口纠缠着上了楼，衣服湿透了不好脱掉，特别是军装上的皮带，魏无羡几乎是用牙咬着撕扯半天才弄开。还有那恼人的衬衣纽扣，一个一个耗费了魏无羡全部耐心。魏无羡身上只穿了一件 T 恤，不知何时早已被蓝忘机撕破，露出大片胸膛。好不容易回到魏无羡的卧室，两人几乎是你推我搡，直接摔到床上。魏婴，我最后再说一次。蓝忘机强忍着把人狠狠据为己有的冲动，撑着手臂看着魏无羡。别废话。魏无羡侧头咬在蓝忘机手臂肌肉上，伸出舌尖用力吮吸了一口。蓝忘机理智全无，另一只手捏住魏无羡的下巴，强迫人微微张嘴，俯身凶狠地吻了下去。第二天下午，魏长泽和藏色回家，开门就发觉不对劲，散落一地的衣服裤子一路延伸到楼梯上，一开始还以为家里进小偷了，可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自家儿子的衣服，另外的貌似是军装，
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去给阿英学校请个假，忘记那边。藏色有些尴尬地对丈夫说。我去说。魏长泽皱着眉头，最难的是家里这摊子怎么收拾，要么明天再回来。可他们好像没吃饭吧？藏色为难地说。那衣服，魏长泽靠着墙边走，注意不踩到一地狼藉。我让兰夫人那边送一套过来，这里的让阿姨等会拿去洗了吧。藏色下定决心，捡起地上的衣服，却发现仍是湿的。真是胡来！魏长泽没眼看，直接去书房了。你怎么跟蓝启仁一个德行了？藏色笑了笑，沿着楼梯开始收拾衣服。魏无羡醒来时已经接近傍晚了，他浑身酸痛，动一根手指都能痛出声音。魏婴，蓝忘机坐到床边，连人带背把魏无羡抱在怀里，肚子饿不饿？